你这都跟哪儿学的呀？哎呦呦，还小资上了？这还小资呢，土不土啊？这叫现制咖啡，我跟夏叔学的。夏叔也没洋气到哪儿去。那不是你能不能去你那儿弄啊？你这游手好闲的，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我能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最大的正事儿就是等徐老师的电话。哎，你说他行不行的？给咱一准话呗。你过去不是常说吗？案子还能再接着整，别想太多啊。怎么样？喝不喝？你不喝呀？你试试，我替你待会儿再弄。喂，干嘛？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我以为你手机是摆设呢。忙着呢，没听见。谁像你啊，成天游手好闲的。哼，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要加入许卓的团队，想去参与万和破产案？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呀？啊？还说你不是间谍，你不会是往我这身上安什么监听了吧？你看看吧，还是被我猜中了吧？哎，我就跟你说一嘴啊，这次的法医竞标呢，梁成也会参加。你加入许卓那团队没任何意义，不行的话，你就考虑跟梁成合作怎么样？没准咱俩可以再续前缘，合作一把。不是谁跟你有前缘啊？跟你这种钱串合作，你还不把我给坑死？你这话说的就太双标了吧？我就算是钱串子，我也是一个守法的钱串子，不像你找这个许卓啊，还蹲过2次大牢呢，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考虑考虑钱串子呗。嘟，我跟你说啊，人家徐老师是进了2次看守所，后来都是判的无罪。不过我们所跟谁合作，那是我们所的自由，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挂了啊。陈说呀，啊，还能有谁？哎，你说他有几只耳朵几双眼睛，怎么干什么他都知道呢？人家这不是关心你吗？我用他关心，我不好他这款，那你好哪款啊？我干嘛非得好一款啊？我就不能当一单身贵族？你不打算再成家了？反正暂时没有这种打算。我刚从一个泥潭里面把自己拽出来，我有病啊！再者说，我现在一个人生活还挺美好的，努力的拼事业。你说旁边多一人多碍事儿啊？更何况，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你吗？哟，徐老师，免提了啊。喂，徐老师。罗律师，没打扰你吧？哦，没有没有，怎么会呢？您有什么事儿吗？我看过你们之前打的案件，不得不说后生可畏，你们很多代理思路非常妙。我慎重考虑过后，给你们打这个电话，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具体聊一下后面合作的事儿。我方便啊，方便。徐老师，您什么时候方便？我方便啊。那就今天吧，我们一会儿见。好，好，那徐老师一会儿见喽。哦，走啊！你喜欢这款的？我喜欢存款，赶紧的吧，见金主去。请问2位有预约吗？啊，我们跟张景文律师约好的，我们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稍等一下，张律师，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了。哎，好，2位稍等一下。看着人家照片拍的，一看就是好摄影师，花了大价钱。你再看这许律师，满面油光的，那说明挣着钱了。放心吧，以后咱也满面油光。罗律师、邱律师、张律师，徐老师在上面等你们呢，咱们上去吧。好好，谢了啊，小林。这边。2位先在这边稍等片刻，然后我上去请一下徐老师。好，谢谢。哎，你看，人家这才叫律所呢。这么多员工，这未来咱们干大了啊，也请这么多员工。不能用请，你要用雇。然后学人老韩啊，就压榨他们，压榨到一点油水都不剩。等转职业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围着咱们屁股后面跑。你知道现在雇一个人得多少钱吗？
光五险一金就多少钱？这一年一个律所，要是没有500万的盈利，你都甭想。二位辛苦了，让你们特意跑一趟。徐老师您别客气，我们应该的。请上来吧。哎呀，小生，倒里边水。好。你好，我姓夏，我找郝磊郝总。好的，这边请。这是什么委托啊？干嘛接这破案子？哎呦，你们接的这什么案子？这种案子也敢接？王律师，这合同您再看看，毕竟之前我爸也给过你不少项目，是吧？郝总，有位姓夏的小姐找您。请问哪位是郝磊郝总啊？是我。你好，我叫夏舒，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是张兰姐推荐过来的，她说您有法律事务需要帮助。郝总，这个协议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条件我干不了，这个是我助理签的，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我要干的话，提成必须提到30%。王律师，这不都是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吗？之后的协议咱们再说优惠好吗？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确实挺难的。郝总，您挺难的，这年头咱们谁容易啊？一般的风险代理，我们提成也都是30%。您看看，再改改呢，还是我找您大伯、小叔再谈谈。听郝董的。王律师是吧？您这协议都已经签字盖章了呀。你是谁的？我也是律师。您刚刚说的问题，您应该自己承担审查不力的责任啊。如果您不认可，可以跟郝总解约，但是不能随意更改，是这个道理吧？郝总，咱们还是以后再谈吧。郝总，他这样的要求你都想着答应啊？小磊，聊聊家里的事儿。稍等。小磊，货全都发出去了，1分钱都没回来。这眼瞅着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矿上都出事了，你知道吧？大伯，之前确实是我太缺乏经验，可是我现在不也找了律师，正在积极的去要吗？等过2天要回来一部分债务了，就可以发工资了。就算没要回来，我也会拿我自己的钱去贴补的。债哪有那么好要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的身体就是被要债给拖垮的。他欠别人的，别人欠他的，一团乱麻，他都理不清楚，你能理清楚啊？哎，老三，别这么说小磊啊，他还是个孩子。要不这样吧，你呢，先找一个 MBA 去学一学，等我和你叔呢，把公司的这些烂摊子事都捋清楚了，就交给你，好吗？大哥，咱俩呀，就是操心的命，啊，二哥在的时候，咱替二哥抬轿子，二哥现在不在了，我们又替小磊抬轿子，怎么说话呢？一家人，咱们帮谁帮啊？大伯、小叔，你们也挺不容易的。你这样，从明天起，你们也就别去矿上，我去跟工人解释清楚。都是这么多年的老人了，我相信他们肯定能理解的。小磊，你不相信我们两个？新城是我们哥仨的心血，我和你叔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垮下去。这样吧，股东会之前，那些坏账还要不回来，我看呢，这董事长的位置啊，再单论着啊。走，老三。你别让他们吓唬你了，
董事长的任免是要股东会的决议的。你手上不是有42%的股权吗？我听张兰姐说，有个梁总是老郝总的心腹，加上他那7%，你再另外取得一些小股东的支持，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的。可是外面那些债如果要不回来，就算他们俩不挑事儿，别的股东也不会支持我的。夏律师是吧？我们这儿现在最大的法律事务就是讨债，你能干吗？先做吧。关江省下面的县城，有一个叫德龙的矿山机械厂，从我这儿订购了一批货，总价只有600多万，但把设备拉走之后就联系不上了，打电话也不接，发传真也不回，直到现在，1分钱的款项都没打过来。你们是这么签购货合同的？居然1分钱定金都没有？当时确实比较着急，而且，算了，不提了。就这么个案子，你接吗？唉，在关北啊。他们好多男律师都不愿意接，要不你也算了，帮我谢谢张兰姐，跟她说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我接了，我接了，郝总，你这个应该是你所有债务里面难度最大的一笔吧？是，这是我签字卖出的头一批设备，当时确实没经验，而且我也太着急了，所以。那提成我要30%，和刚刚那位律师一样。既然难度大，那报酬也应该多。他那是趁火打劫，再说了我也没答应，还是按照之前的15%走吧。那就20%。您要想清楚，这钱要是没人给你要回来的话，600万就当是扔了，你这些烂账也生不出小钱来啊。那好吧，不过我也要附加一个条件，你需要账，人身安全由你自己负责，与本公司无关。好，我同意。你们的要求我都已经记住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合同呢，细节方面我们尽快的完善，之后发给你们。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感谢徐老师信任，谢谢徐律师。我应该谢谢你们。徐老师，鼎新的刘总来了。啊，你让他稍等一会儿。好的。刘总，许多律师，刘总，哎，我听说万和破产清算了。清算倒不一定，得看具体情况。徐律师，如果他们破产清算，我就倒霉了。我可是万和最大的债主，他们欠着我10来个亿呢。如果真的破产清算了，我还能拿回来多少钱呀？这样的话就不乐观了。徐律师，咱们俩上个案子合作的不错，这一次我还聘请你做我的律师，你代表我们公司跟万和打官司，问他们要钱。刘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所呢现在正在竞争万和的破产管理人，您是万和的债权人，如果我代理了你，就没办法竞争了。我不会少给你的。不好意思，那个徐老师，咱们聊的也差不多了，您先忙着吧，我们就走了。没事，你们稍等我一会儿。刘总，真的对不起，这是我们所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的，你就另起高明吧。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罗姐、邱姐，你们去干什么了？徐老师邀请我们去面试去了，这次他特别认可我们，现在呢就是等着他拟合同了。这以后你天天都能见着你偶像了啊！什么签名不签名啊，随时想要随有啊！太好了，合同还没签，你别把话说得太满。至少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许卓大概率会占我们的便宜。邱姐，你想的也太多了。徐老师亲自叫你们去面试，是因为他认可你们的能力。至于利益方面，徐老师不是计较钱的人，他是有理想的。罗姐，哎，我签了一个案子。哟，出息了！哎，秋华啊，看见了吗？夏书开张了啊，人签了个案子，快把公章拿出来。不是，催收啊，这去哪儿啊？不远，关北。关北还不远呀？
哎，你先看着，我去拿个东西。快来快来吧！啊，看看，这夏叔脑子是不是瓦特了？这甲方是什么矿业集团？不是这什么县，我都没听说过这名儿。这还给个人安全自己负责，还全风险，所有费用自己出，这别到时候债要不回来，赔一大笔钱，人身安全还没保障。不行，咱们这个不能同意他啊，不能任由他的性子来。哎，如果万和那边的案子真让咱们参与了，那咱们所就一步迈向小康社会了。这种极难险重的活儿，咱们就不用干了。这想什么呢，夏叔？回来了。不能让他去。不是你干嘛去了？我去拿车票了，我着急买票没买着，找人帮我买的。你们这合同看怎么样了？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盖章，盖完章给人家拿过去，就去车站了。太有问题了！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接的？催债啊！标的600万，咱们所能提20%呢。咱们可是律师，咱以后的主战场是在法庭和案头上。这种要债催收的活儿，咱不能干。我这是依据合同约定合法催债，这不就是律师干的事儿吗？哎，这催债的故事你是没听过是吧？这有多少人能要得回来啊？而且你还是一小姑娘，你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你能为自己负责吗？再说了，许州那边要谈妥了，咱们3个都忙不过来，你不用接这个。不行，我是想做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可以呀，你可以做自己一个人的案子，但是哎，这个你能讨得回来吗？你就那么自信？那我既然去了，我就一定会讨回来的。要不咱找一保安公司，请俩保安跟咱一块儿去？那也不行，谁知道保安靠不靠谱？对呀。再说了，雇保安的钱你出啊？哎呦，我可没这钱，夏叔，我求你了，咱这暖气费我都续不上了，别去了啊！我不用保安。再说了，我现在反悔，他们会看不起我的。那看不起就看不起呗，要他们看得起呢，我跟秋华看得起你不就得了？听我的，乖，咱退了这个。夏叔，你不用再证明你自己了。在宋阿姨的案子上，你已经证明过你自己了，你已经通过考验了。哎，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你们俩就甭劝我了啊。那这样行不行？哎，我陪你一起去，我跑一趟，我跟你。不用，我爸之前有个老同事刚好调到那儿，我跟他联系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了以后有车接有车送，你放心吧。不是，你也说那是你爸老同事是吧？此一时非彼一时，万一那老同事，是吧？啊，他都不敢想啊！而且那路上也很危险，我就陪你去一趟呗。怎么可能呢？哪儿危险了？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我不想跟你们分一杯羹啊！啊？哦，不是夏叔，你替你父母想想，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孩子，我就是替他们想。我爸现在面临着漫长的刑期，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我一个人可以的。放心吧，走了。不是，哎，那个，那你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那债要不回来也没事儿啊，好多人都要不回来的，要不回来咱们不丢人。夏叔，我一定会要回来的。哎，秋华，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劲儿起得这么猛，我有点不放心呢。是啊，咱们要不然查查，你还记得那集团叫什么来着吗？我记着。那个地址是什么关什么县，叫什么来着呀？真是。合同已经盖完章了，给你一份。真要去啊？说好了，人身安全问题你自己负责。你就这么怕担责啊？那你要怎么担起你爸的公司啊？走了。你说什么？说完了，准备履行合同吧。不好意思啊。
早，来啦。哎，徐老师那合作协议你看了吧？哦，看了。他们吃香喝辣，让咱们吃糠。对，确实有几条不太合理哈。要不我再尽快约他们，然后咱们去卓越小谈去。好，好。哎，也不知道夏叔怎么样了。你说她一个大小姐，平时都是坐商务舱，这回坐绿皮，你还关心上人家了？哎，别说你啊，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就一闭上眼就是夏叔出事儿了，一闭上眼就是他出事儿了，咱们就不应该放他走。嗯。你给他打电话呢？这平时说他说的最狠的可就是你啊，这还挂念上了。我就问问。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烤鱼片来，前锋大哥把脚往里收收啊！喂，喂，夏叔，你在哪儿呢？啊，秋姐，怎么了？我问你走到哪儿了？应该已经过山河关了。什么？山河关？给我。不是夏叔，你这是骑自行车去的是吗？这一夜了，坐什么车呀？这是？我没买到特快，买的慢车，见站就停。你放心吧，今天肯定就到了。行，哎，夏叔啊，我告诉你，接下来必须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啊，每2个小时打一次电话，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啊。没问题的，你放心吧啊，我挂了。2个小时，有点太过了吧？就这样。我还是有同伴的。没关系，以后我们找机会合作。那先这样，再见。徐老师，有个消息可能对我们不利。什么消息？我法院的同学听说，法院接到了针对魏法官的举报信。就是那个主持万和案的魏法官，举报了什么？举报他在您的案件上枉法裁判，您明明有罪，他却判了无罪。当初合议庭一致判我无罪，这关他什么事儿？这肯定是竞争对手干的，想让魏法官在主持竞标的时候有所顾忌，不敢选我们。本来我们所就小，他要是想选我们的话，就要冒着被质疑的风险。这样一来，您觉得是谁干的？不用猜，我也知道是谁干的。这个案子我们必须拿下。薛老师，当务之急，我们要选一个让法院认可的合作方，让法院选择我们，变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虽然我们跟英华所的2位律师约定了要合作，但英华所没有管理人资质，目前看来他们并不合适。有道理，我相信梅先生的眼光，也看到他们的实力。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大案子，做公益得有钱。这样，暂停和英华所的合作，继续联合方圆所，哪怕是让利让他们主攻，也要促成。您先去联系，联系好了，我亲自拜访。我明白了，徐老师。哎，慢点啊，注意安全。哎。喂，您好，是星光宾馆吗？我在你们这儿订了房，我现在在车站呢，我该怎么过来呀？啊，打车呀，车站有蹦蹦车，你打他们车过来就行。老板，这大半夜的，30多公里的路程，我一个单身女孩，你们宾馆有没有接客人的车呀？没有。哎，那
大哥，能不能麻烦你把行李拿一下？我想在这儿坐会儿。不行。或者您把脚屈一下，我坐那儿也行。也不行。您这是占座呢。怎么，你还有意见呢？人家睡觉最多就占半排座，你一个人要占一整排。那怎么，我就占座，那还不行啊？你这一天啰啰嗦嗦的，你怎么那么厉害呢？你讲不讲道理啊？我就不讲理了。你不服你就找警察去，找警察也没有用。哎，干什么呢？大半夜的，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吵？大哥，我从外地过来出差的，今天没地儿去了，得在车站待一晚。他一个人占一整排，你能不能帮我讲讲理啊？你一个小姑娘在这过夜，衣服也没穿厚点，胆儿可真大。跟我过来吧。进来吧，放那儿吧。谢谢大哥。这制服啊是旧的，你别嫌弃啊。这不是你们那儿，我们这都下雪了。我出来的急，忘记带衣服了。这时候来关北不带衣服，真是豁出去了。姑娘，水壶里有热水，那还有纸杯，你要渴了自己倒。你坐着吧，我出去转一圈。会不慌不忙，做自己温柔的光，自由飘荡。可暖和了啊！姑娘，看上哪件你试试。老板，你就给我挑件最厚的就行。啊，好。多少钱呢？300。扫过去了。哎。谢谢。大哥，走吗？走走走。来，我帮你，我帮你。谢谢。大哥您好，请问您知道德龙矿山机械厂是在这儿吗？大妈，你好，我想问一下，德龙矿山机械厂是在这儿吗？哪里有什么矿山机械厂啊？应该在这儿啊。哎，您帮我看看，中苏友好大街120号不是在这儿吗？哎呀，那是哪年的事儿了？我告诉你啊，早改成民族大街了。120号，哎，120号就是我们小区，叫德龙小区。啊？改住宅了？5号楼602啊！我告诉你啊，往里走。左拐第3排就是。来了！哟，姑娘，找谁呀？啊，奶奶好，请问有一位叫刘德胜的是住这儿吗？老头子，找咱们家德胜的。姑娘，快进来吧，进来，快进，请进。来，姑娘喝水。找我家德胜啊？啊，对，他不在家呀。哎，那孩子呀，就没在家待过。
你找他有啥事儿啊？奶奶，他是不是在矿山机械厂工作呀？是在那儿干了几天。找他有事儿？也没什么大事儿。奶奶，那他现在上哪儿去了？这我可说不准。昨天呢，回家冒了个头，就又出去了，咱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呢？我，也不是他什么人，我就是。哦，我想起来了，前2天德胜回来说，他在外边谈了一个，是你呀？啊，他这么说呀？哎呀，老头子，我说什么来着？树大自然直，你看咱德胜多有眼光啊，找了这么好一姑娘。哎呀，姑娘，姓啥呀？家在哪儿啊？我姓夏，家在外地。奶奶，哎，你要真的是跟德胜那啥了，你可不能再叫我奶奶了，你得叫我大姨。大姨，我前2天跟德胜闹别扭了，他不理我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大姨，我上哪儿能找着他呀？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不是欠人家点钱吗？他不让我说他去哪儿了，他呀，押着一批货，去到内蒙古送货去了，昨天走的，估摸着呀，得10来天才能回来呢。啊，那他现在走到哪儿了？这个我可不知道。啊，大爷，他拉那批货开的是什么车呀？他租的是跑大货的老王家的车，老王家的吧？对，老王家的车。那您还记得车牌号是多少吗？哎，记可清楚了。真的？我拿笔记一下。好，您说。关 U 2323195，23195，还有一个呢？还有啊，那是关 U7571572，71572。谢谢姐，你记性真好。那我先走了，慢着点啊。好。大哥，你这车包车1天多少钱呢？你上哪儿吧？我去内蒙古。哎呀，跑这么远呢？你怎么不坐火车呢？我不行，我要追个人，可能明天就追上，也可能得2、3天。你要市区跑300怎么的也够了，你这去内蒙古，回来不得放空啊？你这样，咱们打表过去，你给我加800。大哥，你就算放空回来，也不至于加800吧？开玩笑呢，能跟老家跑一样吗？少800干不了。上车吧。你走吧，走吧。你这样，妹子，天挺冷的，750。走。哎，这2个车牌号就是我要追的2辆大货。那个，咱们今天能开快点，明天就得开慢点了，得路上注意着，不能错过啊。记住了。行。系好安全带。好。走了。哟，妹子，看你不像本地人啊。啊，我是外地的，来出差。一个人出差啊？那来关北不多穿点啊？哼，我健身扛冻。哎呦，我说妹子说话挺幽默啊。我说身材这么好呢。哎，这样，前面有暖风，过来暖暖身子，正好陪大哥聊聊天。大哥这一开车吧，容易犯困，知道吧？大哥，你放心吧，这导航有提示音，你肯定不会犯困的。也行。万和要破产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那些债主，特别是那些交了钱还没见过货的小债权人都急了，到处维权。如果真闹下去啊，万和能不能顺利破产，还真不好说呢。法院那边也来消息了，我们的动作要快，可能下周就要招标了。他的家里摸得怎么样了？并不乐观。原来我们以为万和储备了大量的土地，
但从我们现在得到的情况来看，这些土地都经过多次的抵押，市场给他估值16个亿，我觉得被严重高估了。他占用了几千个小债权人的货款，是强烈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呢，他们处在各说各的阶段，如果一旦他们联合起来，恐怕就不好办了。好像除了破产清算，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是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我觉得能顺利的走完破产清算就已经不错了，闹不好会酿出群体事件。好，我们赶快拿出投标方案交给法院，尽快的促成竞争选任会，赶紧召开。前提是，我们必须要中标。好像确实没有什么优良资产了，是吧？只能破产清算了。确实应该是这个趋势了。哎，你说好好的一个企业，这一破产清算，这债主们简直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更别说那些交了钱还什么没落着的债权人们。像这种情况啊，也许法院可以考虑到社会安定的因素，要求管理人可以设置小额清偿线。可是他们这种情况，你说怎么退啊？资产被反复抵押，都没钱退，更别说还有几家银行等着收尸呢。但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对呀？哪儿不对啊？你想想啊，这万和从经营的最高峰走到今天，那肯定不是一天崩塌的，对吧？总得有个过程。确实有咱们忽略的地方。你看啊，从前年的10月份的时候，他们的资金链开始紧张，然后到了去年的8月的时候，资金链开始断裂，而缺德如他们，却把这一真相对社会大众所隐瞒了，反而到处售卖他们的产品，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一直拖到今年。那在这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企业主对企业的前景肯定早有明确的判断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们就不会给自己留后路吗？你指的后路是什么呀？那万老板，他有2孩子，1儿1女。他女儿是从小就出国留学了，后来定居海外。但我觉得他那儿子特奇怪，他儿子本来是万和的副总，但是去年却以30岁高龄出国留学，而且是在美国上一所语言学校。那万老板本来想让他儿子接班的，那你说为什么会在企业这一步步面临破产的时候，就非要给他送出国呢？他如果想要保住他儿子的话，难道就不会给他留些钱吗？就算他留钱，他能留多少？再说这些钱也转移不到国外去啊。我们原来跟梅老师学习的时候，梅老师总提醒我们，打案子实际上打的是人。所以咱们是不是不能光盯着企业的数字啊，更应该盯着企业的人才对？那照你这么说，他还真的有可能把资产向他儿子转移，只不过是向外界隐瞒了。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这样的。不管他再怎么转移，也不可能和万和一点关系都没有吧？这样，咱们把近3年的，不，近5年跟他们公司发生过大额业务往来和非主营业务往来的企业情况都查一遍，给。大哥，你是不是开错路了？您自己看看，这都开到小路上了。走小路就对了。
秋华，这是万和转给信源的那块地，我觉得挺可疑的，是低价给的。咱们要不然去打听一下，没准就能摸清楚万和的资产情况了。正好咱们要跟卓越所谈合同了，万一要能查出点什么，对咱们谈判也有利。哎，这夏叔是不是从早上来过电话就没再打过电话呀？没有，他进城了，应该没问题了吧？雨怎么迷上了眼睛？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